省二钢要拍卖的事儿，大家已经知道了吧？国企改民企，这在咱们省里可是第一次啊！我的想法是呢，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，把省二钢拿下，让我们成为啊真正的合作伙伴。哎，老邱，你说几句啊？好，这个事情啊，我们私下里也讨论过，啊，无外乎就是大家拼一下股份。我个人觉得啊，吴总占50%，我占20%，徐总啊，你也占20%，剩下的10%是你老冯的，我们就可以把资金啊集中起来，办什么事情把握大一些。小许，你怎么想？吴总，这个比例是您分的吗？小许啊，是这样，民营资本管理国营大厂，啊，将来肯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。事情是好事情，但是同时它也存在着风险。其实我们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我既然是老大哥，那我承担的风险就应该多一些。你看你的公司刚刚起步，很多事情还需要理顺。再说省里的关系你也不熟，大家团结起来，这才能赚大钱呢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我能把秦总给请来呀？吴老大是吧？吴老大，还没认定，还没认定。哎呀，这是马上的事吧？秦总也不用客气。不瞒大家说，将来二钢的销售渠道，我跟秦总已经沟通好了。以后我们也会和荣斯特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秦总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了，销售渠道没有问题，大家尽可放心吧。那咱就一起啊，敬秦总一杯。谢谢秦总，对我们大家的关照。谢谢秦总，来，秦总，谢谢，来，太客气，太客气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敬你一杯，敬你一杯。小雪，你刚才不是喝了白酒了吗？你这是怎么个意思啊？这是？我的意思呢，合不合作的事儿再说。吴总说得好，齐心协力很重要。我的想法不知道合不合适。吴总，你和我各占40%，冯总、裘总分剩下的20%，我拿经营权，3年期限。如果我一直盈利的话，我到时候收购大家的一点股份，确保我的控制权。如果做得不好，那就到时候再说。但是，如果这期间出现任何问题的话，我有1票否决权。您觉得怎么样？小雪，比例可以谈，经营权不行。吴总啊，我刚才听徐总的意思是说，你们2个人就占了80%，那么还剩下20%，我还得跟冯总再分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只有10%，这不合理吧？吴总，我们不能让外行领导内行吧？我觉得钢厂的管理权，我们要慎重，要科学。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吧？赵总，您这是真饿了，别光埋头吃啊！这里您也是行家，啊，要不你给我们出主意，您觉得怎么着合适呢？真让我说呀，要真让我出主意，我就觉得大伙儿好好做自己的生意。
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。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钱，这钢厂就能办的，那就把这事儿想简单了。打个比方，就像大家买了一辆车，不会开也没有司机，那这车怎么办？推着走吗？赵总啊，什么意思？善意，劝大家不要头脑发热。那你就是瞧不起我们哥几个呗？这赵总也是性情中人，他也是想到什么说什么。自古以来，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在座的各位能够有今天这个位置，那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。我相信，我们这个时代，一个聪明的人，一个有才能的人，一个识时务的人，是不会被亏待的。吴总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刚才是你非让我说的，要不然我不会开口。当然我知道，钢厂这个事儿，大家都在热头上，不管我说什么，都听不进去。但我希望你们想一想，去进废钢你们都经历了些什么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往好了想，等你们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，把你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，这个钢厂到底能不能开？你们琢磨琢磨。好啊，既然你提到了进废钢，那我们就说说进废钢的事。我还真承认，要是没有进废钢这一趟，我们这几位还真不会有现在的这个成就。你看，现在都能大家坐到一起商量着合着股经营省二钢了，这件事上你有功劳，但是恐怕你真正想成就的人不会是我们吧？我们也就是跟着吃了点剩菜。哎，赵总，你愿不愿意把你心里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啊？你的规划是什么？你让我们也学习学习。吴总，您喝多了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徐总，没关系，吴总有话要对我说。没错，话不说完，谁都不想走。今天趁着人都在，一次性的把话给说清楚。老大，坐那说。小洋人儿，当初我跟你借定金的时候，你一分都不给，回头你就给了他那么多钱，是你成就了他空手套白狼。要是没有你，他能有今天？他有资格坐在这里？他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，竟然跟我要经营权。再然后，钢价低迷，要不是你出手救他，他早都被吃掉了。2年前，他为了15000吨钢，他求着找到我带他去，我就不明白你了。你这么玩的命的帮他，把自己混到眼前这个德行，你图什么呀？我图什么不用跟你解释，说了你也听不懂。吴总，你把我想得太低级了。还有就是为什么我帮他不帮你们？答案应该你们都知道吧？进废钢你们被骗了之后，是谁坚持到了最后？又是谁独自在外找到了转机？你们所有人都回来了，是谁挺到了最后？是你们吴总，还是裘总，还是冯总？都不是吧？所以，我为什么要帮他？你们还不明白？行了，你们好好聊，我先告辞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，要是没有他许半夏，我们这些大老爷们都饿死了呗？啊，你不能说他偶然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赶上了机会，碰到了好运，就是应该的吧？我今天又让你说一句话，在座的这些位，你说谁最有资格拿到二钢的经营权？你们谁都没资格，把手松开！不松！
哎呦，老大！对不起。徐总，徐总，徐总，请您留步啊！怎么了？赵总已经离开公司了，这事您知道吗？是这样，本来呢，我也打算跟赵总一起辞职的，可是，这我跟我女朋友啊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如果现在辞职的话呢，那我们的这桩婚事啊，就真的有可能泡汤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哦，是这样。这我现在在公司呢，也十分的尴尬，上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也是为难的很。这有些话呀，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那行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我这次来呢，也是帮公司了解一些情况，就是关于出国境内批废钢的事儿，这有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啊？什么叫不当的地方？就是这几个赵总之间有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往来呢？钱方平，你是有病吗？受贿可是要判刑的，你是要整赵磊啊？不是不是，徐总就误会了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奉劝你一句，他可是一手提拔你的前领导，你要是敢在这个时候坑害他，落井下石，你们公司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你别等到时候行业内传出你是叛徒不可信，坏了你的名声，谁还愿意跟你们合作啊？赵磊他有能力，谁知道哪天东方不亮西方亮，转身又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总。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停车啊！啊，我送你啊。有兴趣来我公司吗？考虑考虑。你车呢？怪老的。那边。赵总。徐总，这么巧。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我上次送你回来过呀。虽然不知道你具体住哪个房间，但是你这么特别，总是能打听出来。哎，找我有事儿吧？进去坐吧，正好我买个包子，还热着，边吃边聊。我请你出去吃饭吧。你想要什么？薪资还是职位？随便选。其实我还没有想法在你手底下打工。这个是法国北方钢铁联合公司，这个是德国库丁克钢铁公司，这个是日本神钢集团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我知道，都是大公司。
没有你了？还在谈。那正好，在那之前，我非常乐意成为你的跳板。我跟你看这些的原因是因为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你也别不高兴，是因为我还是想在外资企业里工作，他们的人员素质、管理体系，还有手里掌握的资金资源，哪怕是国内最强的民营企业都比不了，更何况是你。这我就不同意你的说法了。国内的民营企业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，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你说的这些公司是很有名，有上百年历史，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，给我10年时间，我相信未来发展不会比这些公司差。赵磊，你是中国人，崇洋媚外不太好吧？那我就10年之后再给你打算。10年之后我不见得需要你，但是我现在非常的需要你。谢谢。主要是我不想在女老板手底下干活。你的思路讲究有点问题啊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会选择帮我呢？我之前帮你是因为我的眼界和我对市场的判断。你一直都很相信自己的眼界和判断，那你为什么不想继续帮我呢？你是不想在女老板手里打工，还是只是不想在我手底下打工？徐总，我承认你很有钱，但是你这事儿它真的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。这么说，一家拥有5000员工、年产量过100万的钢厂，一年需要花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呀，所以我很需要你啊。最需要的不是我，是人才，还有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。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在世界级的企业里都是秘密，你怎么得到的？还有人才，你需要大量的熟练工种。这些熟练工种你怎么得到呢？一家钢厂去挖吗？那会累死你的。我相信有了你之后，这些问题都可以一一解决。你即便有了我，就算我们一起，那等我们这些全都有，也都猴年马月了。说1000道1万，徐总，其实是这件事情的条件还不成熟，所以不能着急上马。听我一句劝，把你眼前的这碗饭吃好。我先告辞。哎，赵磊啊，回来了啊！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，你给我留着门啊。哎，我给你煮了点水饺，剩下的给你放冰箱里了。有这么多呀？你饿了就煮，方便。啊，好。这房子你自己又重新布置了一下，啊，对，你觉得还行吗？挺有品位的。哎，弗里德曼，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，芝加哥大学教授，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你有像？可以啊，你。在美国我还真听过他的讲座。他主张真正的交易是应该心甘情愿的、自由的。我也希望我们之间的交易是自由的，是心甘情愿的。我有3个条件。说，第一，我找到了新工作，随时可以走，你不能拒绝。咱们好聚好散，主客自便。行。
第二，我的建议你不能驳回，你驳回了，我们的合约就自动终止。没问题。第三，不是吧？这你都能答应啊？第三呢？第三我还没想好呢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好。哎，那饺子是好吃，不是吧？你这都准备好了？我把你说的前2条先写上，第3条你什么时候想起来，什么时候再补上，只要盖上手印儿，法律还是生效的。哎，你要不然再考虑考虑，这是不是太冲动了？我相信你不会害我。签字吧。哎呀，你可真行啊！